尊敬的面粉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冷暖闲聊。中国有逐渐取消中考的趋势，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理解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些事儿。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每周的 NFT 大奖了。好，我们来讲正题啊。北京取消中考的事情呀，近日在大陆的新闻媒体都开始大肆宣传了。北京要取消中考，以后采取登记入学的方式。大家看图，北京西城区、东城区教育考试中心官网公示普通高中登记入学考试试点的细则。两区共有5所学校进入了试点，分别是北京市第21中学登记入学计划80人，北京市第50中学分校登记入学计划80人，北京市第56中学登记入学计划80人，北京市宣武外国语实验学校登记入学计划80人，北京市西城职业学校附设普通高中班登记入学计划100人。符合条件的应届初中生可以凭借其综合素质的评价情况获得高中的录取，而无需通过中考分数。这一试点在全国尚属首例。官方出台这项政策给出的理由是减负，孩子的学业不应该以成绩当作唯一衡量标准，用分数作为录取门槛。面具人，我觉得这个举措可不得了啊！在中国，阶级固化是比较严重的。底层人唯一的上升希望，或者说是养家糊口的希望，就是通过学习成绩来找到好的工作，甚至改变命运。或者说呢，有个好点的学历，这是出国改变命运的必备门槛。如果说是出生在权贵家庭、官宦家庭的人啊，他基本是可以不用考虑学业的问题的，因为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基本都知道，任何一个什么公司呀、岗位呀，尤其是国企事业单位啊，或者说是社会上的资源，你如果是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人家呢是市长区长的亲戚，哪怕他是小学生文化水平啊，那你也是竞争不过他的。认可这个现象的观众请留言打个1啊。我们就来拿最近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最近爆火的一个人叫做李楚斌，他是2002年出生的，目前呢也只有21岁吧。在共青团赣州市第5次人大代表会中担任了市委常委的职务。那市委常委可是厅局级的官员啊。官方对他的包装说是他15岁就在江西清茶餐饮公司参加工作，因表现良好、能力强，被提拔为团市委常委。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啊，在奶茶店工作表现良好，就能进党中央做个厅局级的官员，好像没毛病啊。但是网友们也扒出来了，这个江西奶茶公司成立的时间实际是2022年。那这个李楚斌是怎么跨越时空，累计了5-6年的优异工作经验呢？其实共产党他做这些人员安排呀、宣传呀、包装呀，他不需要问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20岁的00后当选全国最年轻共青团市委常委。江西赣州团市委回应称，不知道是不是全国最年轻，但没有编制，不拿报酬。这事我的第一反应是，江西的呀，20岁的小伙子。胡鑫宇多大？找到了吗？都是江西的小伙子嘛。第二，市团委常委没编制，确实是这么回事。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女孩苏明娟还是团省委副书记呢，也没编制。第三，大家担心的是阶层固化啊。这小伙子初中上了2年，在职大专学历，你对比一下，比他强吗？你20岁成为团市委常委了吗？反正我这种全网50万粉丝的主播，20岁的时候才上大3，我连班里的团支书都不是。说白了，如果是农村出身、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年纪轻轻成为团市委常委，大家也就没那么大反应了嘛。第四，这种事放两汉、魏晋南北朝就是举孝廉嘛。你但凡读读《资治通鉴》，16朝1300年的历史就知道，几千年来人性没有变。江西00后青年李楚斌脱颖而出了，14岁担任共青团代表，21岁就出任共青团赣州市委常委。他15岁参加工作的简历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关键是江西媒体贴出了他的简历，初中刚毕业，李楚斌就已经开始代安排工作了。
根据当地共青团委公众号之前的一篇文章可以了解到，李楚斌是2022年3月出生的。这篇文章呢发布在2020年5月3号。文章提到说，李楚斌已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快3个春秋，也就是说，2017年李楚斌就参加了工作。2015年5月，李楚斌13周岁加入共青团。但是，2017年李楚斌才15周岁，按道理才上初2，他15岁就已经担任一个公司的行政主任了。针对网上流传的简历和部分网友关切的15岁参加工作、待分配等等，共青团赣州市委2023年1月13号发布了情况说明。第一点说的是，团市委这是打破年龄、学历、身份壁垒，突破体制内外限制，这些身份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不领取任何工作报酬。第二，说明了李楚斌是一名热心活跃的青年志愿者，他参加了献血，做了反诈志愿者等等，做了一些热衷公益的事儿。当选赣州团市委常委是严格经过规定程序来当选的。第三，针对网上流传的简历和部分网友关切的15岁就参加工作、待分配等等，经过了解，是他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在他母亲开的奶茶店帮忙。英雄不问出处，有志不在年高。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有网友就问了，我5、6岁就开始做家务了，放牛割草，以后我的简历该写几岁参加工作呢？我家门口一个名叫小明的孩子，8岁就在他妈开的小馒头店帮他妈蒸包子，那他参加工作的年龄是不是以后就定为8岁了呢？这么说来，您参加工作的时间是几岁呢？在中国，李楚斌这样的凭借着关系或者是火箭窜升的人并不是个例。很多在中国上班的人应该能体会到我说的这个现象。你辛辛苦苦的考个公务员、科员，或者是千方百计的投简历到了一个公司去工作，干了好几年，也还只是个基层打杂的，可能别人家的关系户没啥履历和文凭，还有能力，直接就可以空降当你的领导了。这种事儿太多了。中国人的上升通道本来就很窄了，非常的难。以前呢，还能有个高文凭、高学历作为自己努力和能力的证明。现在可好了，国家直接告诉你，这不重要，能力不行就算了，上个普通职高也不错嘛。其实面具人，我想说，官宦子弟他随便学一学就能上好学校、进重点学校、进好的单位，而你们这些普通人的孩子，分数再高也是白搭。同等分数，人家有关系，人家就能上，那你们家呢？可以用什么户口呀、地区呀、籍贯呀，有没有本地房呀、社保呀、医保呀、打卡流水呀、工作年限呀，随便一个理由就把你的孩子卡住刷下来了。那就是这样嘛，又没有关系，又没有路子，能力强又如何？能力强你可以到别的岗位去发挥呀，还不如早早的学一些车床、挖掘机、种地等实用技能。那这也是咱们国家现在倡导的嘛。那面具人，我觉得取消中考这件事儿呢，国家一定会想办法美化它的。而且这里面有个陷阱它所谓的试点用的是普通中学，是一般人也不会优先去选的那些学校。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是个陷阱，心理按摩。因为你们想试点完了，接下来要干什么呢？推广，正式推广呀。那要推广到哪些学校呢？重点高中呀，到时候呢，重点高中的什么录取制呀、报名制，那个竞争就会更加激烈。基本上呢，普通的孩子就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随便找一个点就能把你卡住刷下来。所以这种政策基本上就是先把大部分孩子分流到普通高中，甚至是职业高中而且我认为取消中考所谓的对穷人有帮助，那这也是扯淡，除非国家降低上学的费用。各位观众，你们说是不是？面具人，我觉得取消中考的这个政策的本质反映了国内人才需求的变化，将会从高精科技人才逐渐的转变为劳动型人才的本质。或者说呢，在国内高精尖的岗位将会越来越少，而这种优质的、稀缺的、轻松的岗位，自然是留给那些贵族子弟呀、有关系的门户的。
高精尖坐办公室搞科研的，这些人不需要那么多了啊，大力搞生产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各位观众，你们应该考虑学习环境的变化对你孩子上升的空间、专业技能的提升、日后的发展，在国内的就业，甚至是出国，会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是面具人，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我们下期冷暖闲聊接着聊。